韩国，一个地狱般毫无希望的社会。如果你出生在韩国，那么你的人生大概率只有3种选择：要么当艺人，做财阀老头的玩物；要么当社畜，做财阀家族的螺丝钉；要么摆烂，直接去跳汉江。韩国艺人的地位并不高，7成艺人月薪只有几千，且大部分都受财阀控制。据韩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有 45.3% 的女艺人曾被要求陪酒， 62.8% 的女艺人曾被要求进行特殊服务。2019年 N 号房案件， BigBang 成员李胜利被曝给各大政要和财阀拉皮条，且提供毒品。虽然当时的文在寅政府想借此打压财阀，但不仅没能动摇财阀一丝一毫，就连李胜利也是被判1年6个月，如今已提前出狱。再往前推10年，09年的张子妍案曾一度引爆整个韩国。年仅26岁的女星张子妍在家中自杀，她在遗书中写道，自己在公司的逼迫下向财阀们提供了100多次服务，就连母亲的忌日她也是在财阀的床上度过，公司甚至强制给她结扎，只为让她更方便提供服务。曾有一次她拒绝一天招待10几人，被老板关在公司殴打7个小时，报警也无济于事。男友想替她赎身，却惨遭财阀封杀，身败名裂。张子妍提供的名单中有乐天的掌门人，也有3星女婿任优宰，当然他们没有受到一丝影响，反而是主张严查张子妍案的警察莫名溺水身亡。到如今，韩国演艺界10年间已有超过30位明星自杀，几乎都与财阀有关，可见韩国娱乐圈的险恶。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做艺人，像普通孩子一样考大学。韩国孩子是不需要睡觉的，他们每天最多只睡4个小时。韩国流行一句话叫4上5落，意思就是睡4小时的学生能考上，睡5小时的学生会落榜，拼死拼活考上大学，然后燃烧生命给财阀打工。这就是韩国普通学生的宿命。他们已经进化掉了睡眠，白天玩命工作，晚上喝酒唱 K 发泄压力。毫不夸张，韩国连空气都是咖啡的味道。如果你选择摆烂，那么没过多久就会被韩国社会淘汰，或者跟其他年轻人一样，将希望寄托在赌博，最后赔到倾家荡产，准备去跳汉江。然而就算是跳江也并不容易，韩国的马普大桥是自杀圣地，每年都有无数人在此结束生命，想自杀说不定还得排队。这便是韩国社会 95% 的人过的生活，剩下的 5% 是财阀。这些人是韩国的天选之子，他们通常不会在韩国本土出生，而是会落地在美国或英国，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外籍户口，方便回国考大学，也方便长大后逃兵役。当他们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就可以回到韩国上学费几十万一年的国际幼儿园，用700元一块的橡皮，戴1600元一个的发夹，这对他们来说只是日常而已。他们的家通常是在首尔江南区或者汉南洞，这里是韩国著名富人区，里面的房子每平米 12.6亿韩元，折合人民币656万每平。3星家族就住在这儿。他们在江南不只是有房子，而是有一大块地叫3星住宅区。到了上小学的年纪，财阀孩子会去到高级私立学校接受韩国最顶级的教育，读完初中他们通常会出国镀金，拿个硕士或博士学位回来，然后等着继承家族企业。普通人卷生卷死也不过是爬到了人家的起点而已。最让韩国人绝望的是这种现状根本无法改变，除非下辈子投个好胎。财阀牢牢控制着整个韩国社会，排名前30位的财阀资产规模占到了整个国家 GDP 的 95%， 也就是说这些大财阀几乎包办了韩国所有企业，小微企业根本无法存活。在韩国创业就是做噩梦，年轻人去了小公司就是走绝路，会跟着公司一起完蛋。就拿3星来说，你以为他只是个卖手机的，其实他的产业遍布全球，从电子到保险到医院到航海，甚至到军火。他们生产的军火占到韩国军备的 30%， 能造火箭，能造飞机，能造船。韩国人一生离不开3件事儿：死亡、税收和3星。他简直就是个唢呐，能从韩国人的出生吹到婚丧嫁娶。这就是为何3星老总几次入狱都能被特赦的原因，因为集团与政府的利益早已深度捆绑，没了3星，韩国真不行。几乎无人能改变这种现状，就连总统也无可奈何。韩国总统被誉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到现在共有9位总统在财阀的压迫下遭难，要么死于非命，要么锒铛入狱。总有人问，为啥韩国老是跟地狱这个词连在一起？因为韩国各个阶层的荒诞场景完全就是地狱的重现。财阀真正的恐怖之处在于，你可以揭露我，也可以曝光我，但你动不了我。所有人都知道韩国财阀有多腐烂，但所有人都无能为力。就像韩剧《继承者们》里女二说的那样，난 아버지의 아버지의 아버지 때부터 부자가 아니었던 적이 단 한순간도 없었어.
这就是韩国一个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无穷无尽的财阀天堂。然而就算财阀再怎么手眼通天，他们也管不住自己家里那些破事儿。三星帝国前掌门人李健熙儿子蹲监狱，长女被家暴，小女儿直接自杀，这个万人艳羡的家族为何会变成这样？接下来给大家隆重介绍韩国第一财阀三星集团，比韩剧还要狗血的家族大戏。一个月薪3000的看门保安如何泡到身价1000亿的霸道女总裁？当你还在做梦的时候，这个故事的现实版已经在韩国的三星集团真实上演。李富珍，韩国顶级财阀三星家族的长公主，福布斯估其身家为17.2亿美元，货真价实的白富美。李富珍自小接受高等教育，麻省理工留过洋，气场全开放光芒。毕业后，李富珍接手半死不活的新罗酒店，轻轻松松将其盘成了韩国的顶级酒店，销售额提高了650%。老爹见女儿如此给力，直接任命她为三星爱宝乐园的会长。没错，就是那个最近很火的熊猫福宝生活的地方。同时，她还获得了大量三星股份，成为三星集团唯一的女总裁。年纪轻轻就被福布斯评为亚洲商界权威女性50强。这么一个有实力有美貌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也很牛吧？你敢信李富珍的老公居然是个保安？保安名叫任佑宰，他出生很普通，甚至可以说是贫穷。高中毕业后就没读书了，一门心思跑来给三星掌门人李健熙当保安。李健熙一看这小子挺老实，就让他去给女儿李富珍做事。好一个引狼入室，此人简直就是三星的劫，从此搅得李家不得安宁。要说任佑宰的长相吧，年轻时还可以，但算不上帅，老了就更崩了。李健熙就想不通自己的完美女儿到底看上这小子啥。据说他当年得知这个消息后，一个人在新罗酒店的咖啡厅做到打烊。关键任佑宰的父母也不同意，他们觉着地位悬殊太大，李家会看不起自己儿子。李富珍好说歹说，靠着人格魅力，终于感化任佑宰的父母。这段感情磨了4年，两人终于结婚，婚礼轰动整个韩国。任佑宰被韩国人称为男版灰姑娘，说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凤凰男。婚礼上除了任佑宰，没一个人开心，新娘李富珍也是一脸冷漠，特别是李健熙夸这个屁脸。虽然双方家庭都很不爽，但李健熙还是很宠女儿。两人婚后，他就一直琢磨着提升这个小保安。他先是把任佑宰送到国外镀金，读的可是麻省理工。可任佑宰不争气，读了几年后连基础的英语都没学会，甚至还闹过自杀，把李富珍折磨的国内国外两头飞。完了，他还要跟媒体哭诉，说自己上了年纪，不适合学习，岳父给的压力太大。李健熙很无语，只能把任佑宰接回来，安排他当三星电机的副社长。然而任佑宰依旧没能走上正轨，他啥也不懂，一通乱搞，搞得三星电机受到严重亏损，不少老员工气得半死，集体辞职。直到这时，李健熙才发现这女婿真是坨烂泥呀，还是放弃算了，就随便给了他个闲差，每月还定期给他发高额工资。按理说这样的安排简直不要太爽，任佑宰就该老老实实当个金龟婿，伺候他老婆就行。可他偏不，因为他老婆实在太厉害了，一下子当经理，一下子当总裁，后面还成了董事，这得给任佑宰脆弱的小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任佑宰很不爽，他要发泄，于是他开始酗酒，隔三差五上韩国社会新闻头条，不是出入这个娱乐场所，就是进入那个夜总会。后面还被爆出与张子妍案有关。这个案件或许有人不太清楚大概就是韩国女星张子妍自曝公司逼她给不少高官和财阀提供服务，然后抑郁到自杀了。警察发现任佑宰曾在12天内给张子妍打了30多通电话，可惜一直没有实锤。这些七里八里的李富珍都忍了，最离谱的是他居然还家暴。当时李富珍正怀着孕，就劝任佑宰少喝酒，他直接给人一顿拳打脚踢。堂堂三星长公主哪受过这种委屈。2007年俩人正式分居，14年李富珍提出离婚。离婚案开庭审理，任佑宰当场表示，我可没有离婚的想法，除非你分我一半财产。根据法院裁决，李富珍的财产大多是婚前累积，任佑宰只能分到少部分。于是任佑宰3番5次提起上诉，狮子大开口要1.2万亿韩元，折合人民币71个亿。李富珍当然表示你想都别想，于是这场离婚案拖了整整5年。在这期间，任佑宰为了搞垮李富珍，天天给人造谣，说自己当年根本不想结婚，是李家逼迫的，说孩子从小没感受过父爱，连普通人经常吃的泡面都没吃过，还说李富珍经常注射违禁药物。后来经警方调查，这些全是任佑宰在瞎扯。他为了造谣，不仅买通律师，还买通医院护士，这一系列骚操作把李健熙直接给气住院了。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三星家族，任佑宰属实是拿捏到位了。2019年这场轰动韩国的离婚案
案终于落下帷幕。韩国法院裁决任有宰获得141亿韩元财产，折合人民币8370万。经此一役，李健熙深刻感受到门当户对的重要性，他迅速将次女李旭显许配给东亚日报社长家的公子金载烈，没想到还是慢了一步，小女儿竟然爆雷了。三星小公主李尹欣从小被哥哥姐姐宠着长大，她在赛车会邂逅了一个名叫赵文宇的男人，据说该男子玉树临风，英姿飒爽，还是个学霸，在一家外贸金融公司做投资顾问。李尹欣立刻为之倾倒，毫无意外，这段恋情遭到全家反对。李尹欣就很气愤，凭什么姐姐可以嫁保安，我就不可以嫁金融才子？而且那时候李富真还没跟保安闹到离婚的地步，这更给了李尹欣信心，不撞南墙不回头。李健熙就很无奈，直接甩给赵文宇10亿韩元，说离开我女儿。没想到这小子居然有些骨气，不仅一分没要，还独自去了美国，给全球男性舔狗硬核的扳回一局。没想到李尹欣不死心，硬生生追到美国。在得到赵文宇明确的分手回应后，李尹欣终于心灰意冷，在纽约一所卫生间上吊殉情，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6岁。虽然李健熙这几个女儿确实不让他省心，但跟儿子比起来，那简直就是乖乖女。随便动动手指就能撼动整个韩国的男人长什么样？三星现任掌门人李在镕身家超84亿美元，总统在他面前都得卑躬屈膝。这么一个牛皮哄哄的人物，在10几年前居然只是三星家族的配角，干啥不行，还差点进监狱，被夺损媒体形容为照片中的虚化人。他究竟是如何一步步爬到如今这个地位的？跟叛逆的妹妹不同，李在镕从小就是老实人设，在家族的安排下读完书，又在家族的安排下跟大象株式会社的长公主林世玲结婚，可以说是联姻吧。因为当时三星想进军食品界，而大象集团是韩国排名第1的综合食品公司。我们经常看到的清净园烤肉酱就是他们家的，虽然难吃，但真的很火。两人虽然是利益联姻，但林世玲却是个恋爱脑。她以豪门小姐嫁进三星后，竟然直接放弃自己的学业，跑到美国给李在镕陪读，期间生了个大胖小子，还能分出精力去照顾得了肺癌的公公李健熙，属实时间管理大师。然而就算做到这份上，三星家族也还是容不下林世玲，动不动就排挤人家。听说他们每次家族聚会，大家都默契的说英文，林世玲英文不好，只能尴尬的站在一边。等他学会英语了，一家人又开始说法语，未免有点搞笑。还有一个离谱新闻，说林世玲常年受三星家族监控，有次她偷偷用索尼的 MP3 听歌被发现，被婆婆骂了个狗血淋头。理由很简单，你一个三星家的儿媳妇居然用索尼的产品奸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韩国财阀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影响，林世玲家的大象集团就受损严重，她只得求助三星。没想到丈夫公公婆婆全都不搭理，甚至还想趁机吞了大象。林世玲终于心灰意冷，于2009年提出离婚。要不怎么说无爱一身轻呢？林世玲离婚后一心沉迷工作，带着大象起死回生。如今她年近50，是韩国有名的富婆，还跟自家代言人师弟李正宰谈起了恋爱，就是那个鱿鱼游戏的男主角。反观她前夫李在镕可就没那么争气。李在镕回国后，为了证明自己，一口气在3个月内创立14家互联网企业，全部倒闭，无一生还。最后还是老爹李健熙出马，让三星购买李在镕所持的股份，才保住了太子爷的脸面。然而最让他心塞的还是家里的2个妹妹，一个比一个厉害。李富真更是被业内称为小李健熙。为了继承家业，李在镕天天巴结老父亲，他爹不能去干的，他赶着去干，然后顺利的翻车了。2008年，李健熙被曝涉嫌逃税和贿赂政府官员，遭到韩国地方法院起诉。李在镕因为协助父亲转移资产被牵扯，他只能辞去三星的职位，急急忙忙跑到上海避风头。所幸李健熙权力够大，很快获得特赦。看到儿子李在镕在危难时刻对自己如此忠心，李健熙非常感动，立即将其任命为三星集团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李在镕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搞2个亲妹妹，他先是假意给二妹李旭显升职，实则抽走她的权利，然后又通过交叉持股掌握三星大部分公司的控制权，慢慢架空了大妹李富真。然而就在李在镕即将夺权成功之时，他又爆雷了。大家记得2017年朴槿惠闺蜜干政案吧？简而言之就是那时的韩国总统朴槿惠有个闺蜜叫崔顺实，崔顺实不仅是朴槿惠的背后助理，还掌握了200多份国家机密文件，震惊全韩。朴槿惠立即遭弹劾入狱，而李在镕正巧跟崔顺实来往密切，他一直在贿赂
路人家送了430亿韩元过去，以此换取三星的政治地位。虽然证据确凿，但李在镕死不承认，一直说自己是受害者，他受到了要挟。一开始政府还挺刚的，一审给李在镕判了9年，但很快局势就变得迷惑起来。先是三星律师团队以 CEO 需处理集团事务为由，让李在镕在看守所办公，然后他们又提起上诉，联合韩国经济界和商界的各种人士，给政府施加压力，说三星掌握着韩国经济命脉，你们关太子就是要所有韩国人去死啊！放了李在镕就等于支持韩国芯片，就等于支持拜登。最终李在镕的刑期由9年改为2年6个月，缓期4年。2022年，尹锡悦政府以促进民生、恢复经济为由，特赦李在镕，他彻底成为自由人。看到这，可能有人会疑惑，三星这么牛吗？连法院都不敢动他，何止法院，他们连总统都不放在眼里。早在很久之前，李在镕他爹就当众骂过韩国前总统金泳三，说他是个瘪三。之后李健熙被爆出贿赂，金泳三不仅没关他，还给他特赦，这总统当的也太憋屈了，兄弟。没办法，在韩国财阀就是一手遮天的存在，他们的权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恐怖得多。